好，大家好。今天的话，我会在这个场合，因为之前也是跟 W3C 也去年合办过一个Open Harmony 的一个分论坛，然后在 W3C 这个场合呢，也是希望能够介绍一下我们 ArcWeb 在鸿蒙上面，然后在去年包括今年的一些进展。我将从这几个维度来介绍我们这个鸿蒙的 ArcWeb 嘛，一个是当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当前 Web 这个生态发展的一个进展，然后最后呢，介绍一下我们的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还有我们后续演进的一个路线，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呢，其实我们鸿蒙这个系统呢，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系统了，从24年的10月，开始商用，到现在呢，也很荣幸的宣布，我们现在已经有5000万这样的一个设备量了。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有信心能够在今年能够到1个亿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鸿蒙的生态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呢，我觉得也离不开我们 Web 这个生态，这种跨平台，还有这种兼容性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应用啊，包括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超级 App，就是强依赖于 Web 这个生态的。然后基于我们这个 Web 生态呢，其实衍生出了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包括浏览器，还有这种一个混合的应用，然后也包括国内这种独有的这种超级 App，超级 App 运行着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mini app 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最终呢，其实都是依赖于Web 这个内核的。然后在这个鸿蒙的这个系统中，我们同时也兼容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包括手机、PC、手表，还有这种电视啊。那后面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设备来集成我们的这个鸿蒙这个系统。然后在这个鸿蒙系统上呢，我们为了保障这个Web 体验的一致性，我们遵从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 Web 内核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其实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么快的一个发展呢？其实我们还是得益于我们上游社区 Chromium 这个社区的一个能量吧，对。然后我们这边呢，其实从这个 Chromium 社区也是遵从着每年会更新一个版本，主要是为了去保障我们这些应用的一个兼容性。然后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Web 内核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生态，它的这个安全性其实我们最关心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 W3C 的标准的演进，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统一的 Web 内核，在我们鸿蒙系统上能够推进这个 Web 标准的一个完善跟这个演进。然后最后一点呢，更多的是Chromium 上游社区其实在性能上也做了很多的一些优化嘛，每年我们也会跟随着去做一个演进。然后其实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痛点，其实就是W3C 标准在演进 ，Chrome 内核也在演进过程中，其实会引入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兼容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为了能够去解决这种或者是识别这种兼容性问题呢，我们也构建了一套流程去保障这个内核的一个兼容性。首先第一个点呢，我们会去搜集线网中这些应用它所使用的一些 Web 的这些标准。然后第二个点呢，我们也会通过这种 WPT 的自动化测试，还有各种自动化的一些用力，能够去保障我们这个 Web 标准的一个稳定。然后第三个点呢，我们也会关注着这个 Interop W3C 也在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还有跟竞品包括 Chromium 最新的版本，还有 iOS 的版本去做一个对比，尽量能够减少对开发者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还是希望我们在内核升级过程中尽量少的打扰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对，然后其实更重要的一点，能够让我们每年做一次内核升级呢，是希望开发者能够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演进。刚才提到这个跟开发者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连接嘛，其实在这2年，我们跟一些头部的这些伙伴，特别是国内的这些互联网的企业，其实有非常紧密的一些合作，包括在国内这种小程序生态，它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同层渲染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最左边这张图呢，其实在像一些
Web 内的一些地图，它使用这个 Web 内核去是使用这个原生的这个技术去渲染的话，它的性能跟体验会更好一点。所以国内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同层渲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非常广泛的被使用到。然后第二个点呢，特别是对于这种银行类安全性要求很高的，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安全输入法，能够让开发者能够自定义自己的安全输入法，能够保障这个用户数据的一个这种安全。然后第三个点呢，我们也这个更多的是在浏览器这种场景，对于这种视频，其实我理解目前在 Web 的这个生态当中，这个视频的播放可能不能完全满足这个业务对这种视频体验的这种要求，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视频托管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最右边呢，其实为了保障这个线上这种用户的使用的一个体验，我们也给开发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维测能力，能够去检测这个白屏。因为在特别是网络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一些异常的情况下，这个 Web 的白屏问题其实是业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然后除了这些呢，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跟开发者的一些共创。然后除了跟开发者对功能上的一个共创之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对用户的一个体验上，特别是在这个 Web 页面在滚动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白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其实也基于这个 Chromium， 然后我们也在这上面做了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优化，就是把页面做成一个分块，然后在用户滑动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精确的匹配到对应的这个分块上，然后滑动过程中就是白屏的这个概率也变得很低了。然后呢，就是从我们实测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在某些场景下面滑动过程中，它的整个的一个功耗的这个收益能有30%左右这个样子。刚才提到跟生态的一个合作嘛，包括头部伙伴对于这些方案的一些这种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共创之外呢，我们整个鸿蒙社区其实也是个开源的，然后也有很多的开发者能够参与进来。然后现在我们整个 Arc-Web 的这个贡献者差不多有200多位这个开发者。然后我非常荣幸的一点是，除了我们国内的开发者之外呢，也包括从加拿大的，还有芬兰的。西班牙，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开发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内核的开发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个鸿蒙设备呢，现在主要还是在华为的这个手机上用的会比较多嘛。然后我们也在鸿蒙的6.1版本中也提供了在我们鸿蒙的这个商用的这个手机上去调试 Web 内核这样的一个能力。面向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这些开发者能够一起共创，把这种插件的能力，能够让这些伙伴有一些竞争力的一些这种特性呢，能够经过插件，集成到我们的这个 Web 内核当中。这样的话，既满足这个伙伴对于这种竞争力、这种独有特性的这种诉求，也满足这种对于用户的这种统一的体验，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生态的一个期望了。关于这个跟开发者共建呢，我们也初步拟定了我们 Arc-Web 发展的一些方向了。从25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去发展我们这个 Web 生态，鸿蒙的 Web 生态为主。到了26年，今年到明年呢，我们更希望是在这种我们跟系统的这种垂直整合上面，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 Web 内核。然后对于这种低端机的体验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内核中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优化。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也希望联合着这个 W3C， 然后还有 MDN Documentation， 然后还有一些 BCD 这些能够把我们 Arc-Web 作为我们整个 Web 生态中非常就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 AI 的这种发展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探索我们 Web 内核在这个 AI 的大趋势下，如何去更好的帮助开发者，如何帮助这个 AI 的业务能够快速的去演进和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场景了。然后在27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同时跟随这个社区在 WebMCP、Web Agent 还有 WebNN 这些技术的一个演进之外呢，也是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种开发者去建立联系，
然后把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生态能够构建起来。其实我相信，其实特别是在国内，在这种互联网这个基因这么浓厚的这样一个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ArcWeb，我们是有信心能够从现在的跟随这个标准的演进，到将来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引领这个 AI 的这个标准的一个建立。虽然刚才那个路线呢，我们有一些理想化，有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其实我们当下就遇到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作为一个这种新的一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一个Web 内核呢，我们遇到了不少的这种困难。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跟随Web 标准演进过程中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存量的这个页面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在通过各种方式去要努力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很多以前的这些已经适配了像其他系统的这些页面，如何去在我们的新的系统中能够正常的去运行？那虽然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if else 的判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量太大了，是吧？这个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把这个生态的这种断裂点能够去补齐，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痛点。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也遇到有一些这种商用或者是一些开放的 SDK 呢，他们会去检测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指纹，但是我们的这个鸿蒙系统，包括 ArcWeb 呢，是一个新生的一个系统，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导致他们认为我们的这个 Web 内核或者浏览器，它是一个不可信的一个系统，它拒绝用户访问，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不同的开发者，包括特别是国内的，有很多这种自带内核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怎么能够既要满足 A 这个伙伴的诉求，又要满足 B 伙伴的诉求，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开发者的诉求能够同时满足，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考虑的一个点。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关于前面两个的这个兼容性，第一个点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构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能力，能够去快速的去识别这样的一个兼容性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个点呢，也是希望在座的这个 W3C 的成员能够跟我们一起把我们 ArcWeb 能够推广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者的这种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角吧，包括像刚才提到的 MDN 呐、BCD 呀，还有这个 Interop 里面也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我们 ArcWeb 的这样的一个被世界所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内核。然后关于后面这两个点呢，我们特别是像这个UV 的检测呀，还有这种安全指纹呐，对这种用户可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参与标准的这个制定，然后把这个标准能够完善起来。然后最后呢，就是也希望跟更多的这种我们的生态伙伴建立联系，然后去把我们整个 Web 生态能够做得更兼容，然后功能更丰富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更多的开发者能够参与进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共创我们的这个 Web 内核。然后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毕竟鸿蒙生态发展的确实时间很短，后续的发展呢，其实也离不开这个 Web 内核，所以在此也非常感谢为这个 Web 标准做出贡献的所有的这些开发者们，然后也是希望后面能够一起携手把我们整个 Web 生态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把这个整个这种对用户的体验做到一个极致。然后最后呢，右边这个图呢是我们WebSig 的这样一个微信群，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去探讨。好，谢谢大家。